你看这个造型奇不奇怪？JBL为什么要把回音壁和低音炮放在同一个箱子里呢？我刚拿到它的时候，只是觉得这个包装设计很好笑，但是当我接好线放出电影的时候，一开声就小小的震撼了我一下。不是说我没听过这么好的声音，而是我觉得这样的声音它不应该从一台回音壁里发出来。My name is Max. My world is fire and blood. Oil wars. We are killing for gasoline. Wars. 对白厚重，低频强劲，天空声道非常明显。这能是一台回音壁该有的声音吗？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听感？带着这个问题，我查阅资料，测量频响，请教 AI， 跑几百公里去听朋友地下室里那套从倒闭的电影院收回来的比我还大的音响。慢慢的，我好像懂了一点。今天就把这一点和这台被植入了影院基因的长枪巨炮分享给你。是什么让这台回音壁的听感底气十足呢？一是大功率，二是大口径低音炮。JBL Bar 1300X 整机最大功率是1170瓦，其中主回音壁650瓦，这两只磁吸的可拆卸的环绕音箱各110瓦，低音炮300瓦。如果你去查一下其他回音壁的功率，就知道这个功率有多离谱。功率高并不是说很费电啊，电暖器才会长时间满负荷的工作。对于音响来说，我们不可能把音量开到最大的同时，不停地放天崩地裂的大场面。对回音壁来说，功率高的意义是它内置的功放对于扬声器的控制力更强，在推动扬声器振动发出声音的这个过程，收放自如，声音就更不容易失真。失真小意味着更清晰的人声对白和高频细节，比如说下面这一段。关于天花板上的弹珠声，有很多种说法，有可能是管道异常，也有人认为是建筑物热胀冷缩所引起的。我觉得你至少应该把故事听完。请继续。这条回音壁里内置了大大小小21个声音单元，有全频的，有高频的，有直达的，有反射的，它们之间协同工作，形成11个环绕声道，一个低频声道，4个天空声道，也就是 11.1.4 声道。回音壁在接收到杜比全景声的音频信号时，会根据它的声道数量去自动分配声音对象的位置。怎么配置这么多声道，我们完全不用操心，这就是回音壁最省心的地方。主回音壁的长度是138厘米，和不同尺寸的电视搭配比例是这样的。这个长度搭配大尺寸电视或者投影，看起来比较协调。你可以直接一整条来用，也可以把左右两端拿下来，作为独立的环绕音箱来用，就变成了一个实体的环绕声配置。在分体的状态下，可以把环绕音箱放在沙发的侧方或者侧后方。在物理摆位的加持下，环绕声道的直达声不受你房间布局的影响，所以定位感和环绕感自然会更好。环绕音箱是磁吸的，所以拆装是很方便的。甚至你可以在看立体声综艺剧集的时候把它吸回去，获得更强的左右声道和人声对白。看多声道大片和玩游戏的时候再把它分开来，获得定位感更好的环绕声。环绕音箱的内置电池能够提供10小时左右的电量，合体状态下它会自动充电，分体状态也可以通过 Type-C 接口充电。如果你的房间很大，这台回音壁充沛的功率让你获得大声压是很轻松的。它的最大音量有32档，当然我根本不敢开这么大声。我开到20的时候，在距离4米的沙发位置就能获得80分贝的声压。这个声压在火爆场面，我已经能感受到低音炮带动沙发震动了。如果你敢开到25，就能获得捶胸顿足的低音量感。
说到低音的亮感，必须把它给抬出来。家庭影院的圈子很早就流传着一句至理名言：低音炮是家庭影院的灵魂。欧美玩家特别喜欢玩炮。JBL 这个起源于美国的品牌，自然要把这句话贯彻到底，哪怕是在它的回音壁上。一般的回音壁通常带的低音炮也就8寸左右，主要作用是补充回音壁的小扬声器无法发出的低频。而 JBL 的回音壁从3.1声道的入门款开始，就搭载了10寸的低音炮。这台821300X 用的竟然是12寸。这个尺寸对于回音壁来说，我觉得有点奢侈啊。我也有一支12寸的密闭炮，买了它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低音也是有音质的呀。JBL 这支炮的体积甚至更大，而且它低音单元是朝下的。这种设计，低频声波会先击中地面，然后反射到房间内的其他区域，分散低频能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低频的亮感和均匀性。我测量了一下这台回音壁的频响曲线，发现这支炮的低频能下潜到20多赫兹。官方数据保守的标了30赫兹，小尺寸低音炮是很难下潜到这个频率的。然后我又关掉低音炮，只让主回音壁来发声测试，可以看到频响曲线从200赫兹开始衰减。打开低音炮的时候，它把20到200赫兹这一段给补齐了。20赫兹到200赫兹对应着人耳能听到的最低频段。我们一般认为低音炮是负责超低频的打击感，比如说爆炸声、重型枪声或者突发事件的配乐里那种力量感和冲击感。其实它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增加中低频段人声的厚度，比如说刚开始疯狂 Max 里那段沧桑而厚重的人声。好的低频响应会让整体的声场更加饱满和均衡，间接地影响了我们对中高频的感知，让人感觉好像高频细节更好听了。尽管低音炮它并不直接改变高频的性能，如果你听惯了有低音炮的音响系统，改天把低音炮给关掉，就能感受到我说的这些。下面是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里的一段，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把低频段玩到极致的。First to the key. First to the egg.这是一个朋友的家，就在他家的地下室里，透声幕后面是一面墙的音箱，每一只都比我大，前后各一只双18寸低音单元的炮，连天空音箱都是10寸的。这些都是他从倒闭的电影院里淘回来的 JBL 影院音箱。我在不同的房间用不同设备感受过影院感，但是这一次，当头号玩家里发令枪落地的一瞬间，低频能量把我贯穿的感觉，再次刷新了我对家庭影院的认识。人声有力，低频强劲，环绕感强，组成了影院感这个词。而这个词在不同阶段的发烧友心里是不同的追求。无论在商用领域还是在家用领域，高端音箱还是回音壁 ，JBL 在以自己的方式把影院基因植入到产品里，满足我们不同场景、不同阶段的需求。我很钦佩他把大功率和大尺寸的低音炮放到这一系列不同价格的回音壁产品里，让我们普通玩家也有机会感受到家庭影院的魅力。我是考拉上校，我们下期再见。